给漫威英雄提供各种法律建议。但是，一旦出现危险，他的反应速度比蜘蛛侠彼得·帕克都快得多，就连哈维也猜不透他真正的身份。没事的，接下来要讲的是，这个就是那个超赞的漫威剧《超胆侠》，他叫马特·默多克，在9岁时，为了救路人，因被装满化学废料的车撞倒，导致他失去了视力，大脑神经被废料重组之后，其他感觉却变得超级强烈。他醒来后非常害怕，因为无论是父亲的心跳，还是机器的声音，都像海浪一样猛烈地冲击着他的耳朵。爸爸打算故意输拳击比赛，得到黑帮的高工资。儿子说了一些话，最后爸爸改变主意了。从现在开始，马特的人生将彻底变了。爸爸违反约定赢了比赛，因此黑帮生气枪杀了他。马特变成孤儿了，在神秘老头的指导下习得中国功夫，如何善用个人优势。马特凭着自己的技能，晚上戴着面罩抓坏人，白天穿西装的时候和好友福吉一起打官司对抗不公。他们决心在纽约成为顶尖律师，于是开了一个麻吉律师事务所。刚成立不久，这个案子吸引了他们的注意。卡伦被指控勾结同事，有足够的证人和物证支持，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接这个案子。他们俩找到卡伦了，愿意免费为他辩护。听完卡伦的讲述后，马特听了心跳，断定卡伦不是 S 人。至今没有任何新闻报道，更表明这事情不一般。J 突然在夜里掐住熟睡的卡伦，他拼尽全力抵抗，最终两人赶到了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听说马特要向媒体公开，警方竟然不把拥有罪证的卡伦扣留。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卡伦向两个人坦白了实情，说自己在联合公司财务部工作，发现公司账户里突然多了一大笔不明资金，找老板问，结果被告知别管这事，法务部的同事在进行调查。醒来就看到了开始的一幕，可以推测老板不想让这件事公开，所以就想着把责任推给别人，甚至干脆杀人灭口。可卡伦还有个事情没提到，他就是抄袭了老板的证据。同时，在联合公司的一个房产里，剧里面的几个重要角色陆续登场：会计利兰、俄罗斯兄弟、垃圾和乌拉、日本帮派首领阿信、唐人街话事人高老太，以及幕后主使的代言人维斯利。这几股势力把纽约的灰色交易掌握在手中，甚至警局也得依靠他们生活。几个人有个约定，就是不准提老大的名字。深夜，卡伦悄悄溜出了公寓，原剧，殊不知马特也没睡。改写，没人知道马特没有睡觉。就在卡伦回到家时，他拿出了之前藏起来的 U 盘。一个杀手悄悄地现身于黑夜中，紧要关头，马特戴着口罩及时赶到。虽然他技艺高超，但没有取得优势，两人打了起来，从房间里冲到了外面。而马特在坠落时，当时就晕过去了。他回忆起了他老爸是个拳击手，那个被打倒过无数次，但每次都会爬起来的老爸。于是他也起身反击，因为感觉更敏锐了。马特根据心跳和雨水的位置，成功预测 S 手每次出拳来反击 S 手。他把 U 盘和作案工具交给了警方，最后揭露了老板的罪恶行径。因为无处可去，卡伦决定继续在麻吉律师事务所工作，成为他们俩的专职秘书。这是真的那么容易吗？丽兰改动了财务报表，并且所有相关人都神秘消失了。幕后大 boss 靠一句话就搞定了，成功脱身了，还特地注意到了面具男。俄罗斯黑帮垃圾现身，众人目睹男孩被夺走了。为了介绍马特在救人时陷入埋伏，最后受了重伤，只能躲进垃圾桶躲避追赶。一个男孩发现了马特，于是找了女护士克莱尔来。他其实早就听说了关于纽约市最近出现的神秘警察，没想到这位警察竟然是个盲人。马特救人的事情传开了，克莱尔对他的印象改变了。给伤口上药时，马特说有人在追他，然后叙述了整个经过。没等克莱尔惊讶，马特又通过 C 级听力发现楼下有人在询问自己。有人到了，对方抽的是普利马烟，喷的是便宜的古龙香水，这只是马特用鼻子嗅到的。克莱尔觉得自己疯了，他调整好情绪，打开门，一下子就闻到了混合着烟味和香水的气味。克莱尔否认见到过马特，然而不自然，眼神还是暴露了他的不对劲。男人没有露出丝毫不安的迅速离开，立即打电话求救。马特听到消息，马上去走廊，拿起灭火器，倒计时开始。克莱尔开始有些犹豫了，他的理解中，没人凭感觉做到，更别提之前在垃圾桶里的人了。马特问克莱尔：“你为啥还帮忙呢？”克莱尔愣住了。在马特出现之前，这里的方与黑帮串通一气，底层人民遭受压迫，只有马特敢于站出来，坚决抗争不公。他立刻义愤填膺，和马特开始盘问。一开始，这个黑人脾气真不好，面对马特的猛击，居然还敢说他倒下的时候，仍然会有许多孩子被绑架、被出售到外国。听到这，愤怒的克莱尔挺身而出，凭借医学知识，他叫马特用刀刺伤3叉神经，但比 S 还难受。经过多次折磨，马特最终成功获取了男孩所在的地点，把黑 J 推下了大楼。接着继续，他和蝙蝠侠一样，坚持不杀人的准则。不过克莱尔露过面，必然会被追赶上，所以他只能选 S 人销声。然后马特去了俄罗斯黑帮的地盘，在众多杂鱼中奋力挤出一条血路，救出男孩了。他明明当众羞辱了人，最后被宣判无罪释放。可以看出纽约的法律系统很腐败。就在前不久，维斯利找到了马特和福吉，请两人代表公司一起处理谋杀案。真厉害啊！财团维斯利提供的预付款到了，连福吉也开始说不清道不明了，这样才好。可马特并不在意，维斯利从头到尾都没自我介绍，他们太不礼貌了。
而且他们才刚开业不久，首先对立，最后曝光贪污丑闻。平常理讲不应该向他们求助，维斯利为什么找2个人？就是因为他们新手，而且还公开了公司的丑闻，所以他收买了陪审团和法官。如果这2个人能够赢得官司，谁能料到所有事情全是他一手策划的？等维斯利离开，马特和福吉商定去警察局见面，暗中尾随维斯利，用超级听力试一试。最后听到他上了一辆神秘人的车。一回到警局，地中海嘴巴里嘟囔着冤枉，但马特察觉到他的心跳异常平稳，完全没有受害者应有的情绪起伏，而且他还是罪犯，为什么要让财团花这么多钱呢？马特开始怀疑，于是他试探性地问了一句。地中海的回答很冷静，让马特明白，无论怎样，地中海最终会无辜释放。与此同时，卡伦因为泄露机密被联合公司起诉了，律师转变了谈话的方向，可以不告他，只要卡伦拿赔偿钱就闭嘴，他们就不理睬这件事了。赤裸裸的522让卡伦愤怒不已，立即找到了新闻记者老黑，老黑也在烦恼没有大新闻，于是2人很快就达成一致，决定对他进行深入调查。回到法庭的场景，马特假装接受委托，实际上也想弄清楚背后的事实。通过超级听力，麦克马特得知陪审团团长在做决定时突然心跳变快，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在初审阶段，因为维斯利出现，8号陪审员就改变了主意，也有过心跳加速的症状。当晚马特追到女人了，碰巧看到混混正在吓唬他。经过一番温柔的教导后，混混们承认他们真的控制了陪审团，并透露了背后幕后老板的姓名。他立刻离开了纽约市，连夜出发。正如马特所想，如果有确凿的证据的话，地中海还是被判没罪释放了。当晚就走出了警察局，而这也是马特计划的一部分。他戴上口罩，计划从对方那里确认混混所说的事情是真实的。毕竟地中海是个顶级杀手。他发现马特是个盲人后，他做出一个动作，扔掉了铁桶，反而征服了马特，快被钢管刺伤了。马特把地中海扔到了地上，继续摸玻璃碎片，猛烈冲入地中海的深处。地中海受不了折磨，提到了一个让他绝望的名字，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坏人金币。地中海面如 S 灰，因为对外泄露菲斯克的人，轻则身首异处，重则家破人亡。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，地中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 S。菲斯克的恐怖传闻有多吓人呢？现在的菲斯克呢，遇到了他一生唯一爱上的凡妮莎，他犹豫不决地邀请凡妮莎一起吃晚饭。如果不是我已经知道后面的情节，我真的无法把他和一个反派联系在一起。之前也有人请自己，为了让他能早点走，甚至把画廊里所有的画都搞定了，不知道是蝙蝠侠还是绿箭侠，但凡妮莎都不同意。菲斯克有点沮丧，这时候却有个人叫住了他：“你就不能买下所有的画吗？大家记得拿本子记笔记。”菲斯克的回答简直是恋爱笔记的巅峰。凡妮莎有点心动，所以同意和菲斯克吃晚饭。同时，马特从公开渠道获取到信息，没有找到任何关于菲斯克的信息，因此他多出手了一些次数，迫使菲斯克露出底细。果然如此，基因工程不可解决糊涂赵先生。维斯利和其他人对此感到不悦，如果不立即解决，将很快扩散至其他产业。但拉基尔听到这句话时，感觉更像是菲斯克在取笑他的无能。维斯利告诫拉基：“你可以做千万件事，但千万不要提起老板的名字。”可拉基实在太过分了，不仅要说一次，还要再强调一遍。维斯利走了，拉基带着小弟弟乌拉来医院了，迫使黑场恢复运作。等马特归来时，拉基已经抓走了克莱尔。幸好有隔壁男孩提供的线索，马特找到了克莱尔，他关掉了电源，吓得混混乱七八糟乱开枪，也不管见没见到他。对于马特来说，夜晚就像白天一样亮堂，他一个个地点名干活，打晕众人后成功救下了克莱尔。拉基知道自己不能短时间内击败面罩男，于是他决定改变策略，让弟弟乌拉去找菲斯克帮忙，这就是伊罗斯帮派垮台的原因。同时，菲斯克和凡妮莎正在愉快的交谈，整个5星级大酒店都弥漫着浓郁的爱情气息。就在他准备出门的时候，乌拉闯入时无视了守卫，菲斯克不高兴了，虽然没在凡妮莎面前表现出来。回到家后，凡妮莎表达了对此的遗憾，她在信中流露了对错过晚餐的后悔之情。即使这样，我们的大情种也没生气，他对凡妮莎表达了真心，说如果你不能理解我，那就算了，从此以后我就不会再出现在你的生活中。他让维斯利带乌拉去桥下，乌拉以为他会在意这事，菲斯克绅士的外貌下面竟然躲着一只超级恶心的魔鬼。他把乌拉从车上拉下来，用大石块狠狠地打击乌拉，在菲斯克面前改为站在菲斯克面前。俄罗斯人就像小鸡一样，战斗精神旺盛，完全没有还手的机会。乌拉拿出刀，没想到菲斯克居然穿着超硬的皮甲，他抓住了乌拉，不停地用车门猛烈碰撞，一直到乌拉被分尸为止。维斯利一脸无表情地坐在车内，他已经习以为常了。解决弟弟后，哥哥也快要 S 了。第1日帮自己找到垃圾维斯利，然后假装不知道问乌拉在哪里，乌拉立马回来了，被手下们抬回来。弟弟 S 没有完整尸体，垃圾非常伤心，开始哭了起来，而维斯利默默地站在一旁，为了等垃圾找到他准备的礼物，然后狠狠背叛他，这只是为了拖延行动时间。同时，菲斯克找来其他3个人，希望他们能原谅自己的冲动。这个道理谁都明白。高老太和阿信痛批菲斯克破坏平衡，丽兰愤怒不敢说出来，如果知道他因为女人才这么做，
我猜丽兰会说几句臭话。菲斯克说，一旦自己消灭了伊罗斯帮，他将接管所有业务，然后与大家平均分配利润。大家都是为了生活而奔波，宅在家中也能收获金钱。大家都默许了菲斯克的做法。马特戴着口罩现身，伊罗斯帮的人见到他都像见到祭一样，问他后才发现是被冤枉的。警察来了，马特看到情况只能放弃了。马特去了警察局，就一起租客纠纷案，与警方朋友布莱恩申请了案件档案。在等待时，马特听了 C 级听力，发现昨晚的恶棍就在审讯室里，而且还亲耳听到他提到了菲斯克的名字。这先是有点惊讶，继续摆脱混混的束缚，和搭档大壮开始了表演。菲斯克无所不能，把他的势力扩展到了各个领域。律师马特束手无策，他在晚上戴上面具，制服当时射击的黑警。得知垃圾的位置后，通过他的手机短信，没有理会克莱尔的挽留，匆忙赶了过去。同时，菲斯克包了整个餐厅楼层，为了让凡妮莎这次不受干扰，他们喝着82年的拉菲，不停的闲扯。过了几个小时，连一件重要的事情都没提到。菲斯克首开局面，其实凡妮莎早就知道菲斯克的身份，但还是被他吸引住了，忍不住想要了解他。菲斯克毫不掩饰，他表示正在策划修复这座摧毁的城市，无法推动改变，只能暴力解决问题，伤害过许多人，接下来还会伤害更多人，只有经历磨难后才能重新开始。凡妮莎被他的坦率打动，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菲斯克，而菲斯克所谓的浴火即将开始，他让人泄露消息，让垃圾明白他是凶手，还特意公开了自己的位置。垃圾让他所有的追随者集合，让仇恨占据他们的心灵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没等垃圾反应就对方引爆了炸弹，俄罗斯帮的据点全军覆没，不论是马特还是弗吉卡伦也都受到了牵连。菲斯克对凡妮莎讲了一个故事，男孩回家时被绑架了，爸爸拼命抵抗，最后也没能打败坏人。这种事在这儿每天都有发生。凡妮莎完全理解菲斯克的意思，终于接受了他。挺讽刺的，男孩被绑是因为就是菲斯克和他的团伙所干的事情。突然马特来了，他阻拦了身上带伤的垃圾，又跟黑警大打起来了。垃圾在混乱中意外被误伤，马特看到了，垃圾带着晕倒的身体躲进了仓库。得知这件事，菲斯克非常担心，面具男人救了垃圾，他一定是为了获取自己的身份信息，这种事可绝对不行。他马上派出暗警对俄罗斯实行清理，同时疯狂追捕马特和垃圾。伏吉的情况不太好，有好多人都受伤了，他只能在医院走廊等待有空床。克莱尔接到了一个来自马特的电话，垃圾因被枪击后昏迷不醒，如果不及时止住血流，克莱尔没时间，怎么约垃圾？马特敏锐地发现仓库有急救箱，在克莱尔的指导下，马特拿出火柴，然后继续给垃圾的枪伤进行烧伤处理。垃圾在昏迷中被痛醒，声音太大，吸引了附近的注意，他求救所需支援。接着进了仓库后，发现了垃圾。突然发生了这件事情，马特突然在黑夜中出现，他猛击了对方一拳，然后用反手把他摔倒，感受到自己的心跳。马特惊讶地发现自己有好觉察力，于是他的心情也有所转变，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好查，通知总部取消增援。谁知这个人真是太直爽了，立即行动，就露出了马特的位置。菲斯克得到了消息，立刻派黑 J 去现场，让维斯利找记者过来，他希望每个人都看到面罩男人的丑陋真面目。而仓库里也没什么安静，垃圾醒来后，反过来马特忍辱负重，打击恩人，从3楼摔下来，砸在1楼，又晕倒了。同时大量警察和媒体聚集在这里，马特想开下水道带上垃圾走，但突然无线电里传来了菲斯克的声音，他对马特的行为太赞了。不过并非每个人都能有好结果，狙击手已经准备好在天幕台上瞄准，而且还瞄准了黑大山。接下来媒体迅速将面罩男定为爆炸案的嫌疑人，变成了杀戮狂追查的恶魔。马特奋力反对菲斯克，连见面都没见就完全失败了。突然一群特警冲进仓库，同时传来报道有人死亡，他拿刀狠狠地扎了他一刀。马特意识到后，带着垃圾进了下水道，但是最后有个门挡住了去路。追击队来了，马特做空翻躲子弹，紧接着就是一脚飞踢，让一个人摔倒。等到所有人都晕倒后，垃圾受伤太严重了，他表示想战胜菲斯克，而会计利兰奥斯利对此至关重要，然后让马特赶紧走，而自己选择留下来陪弟弟。马特被菲斯克陷害，媒体把他说得很坏，伏击对面男子八卦起哄，让他心里感到犹豫不决。但怎样才能阻止菲斯克才是最重要的。通过盲文资料，马特找到了丽兰经常出现的位置，等阿信走后挡住了他。马特上去就是一个大闭锁，没等着继续问，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。丽兰偷偷地拿出电击器，打倒后成功逃走，不是其他人来的，正好是马特失踪多年的教师棍手。他嘲笑马特老头连自己都处理不了，还需要讨论怎么解决菲斯克的问题吗？但是马特经常抱怨他突然离开了，这几年的孤独只有他明白。老人发现讨论离题了，然后他开始谈到了阿尔本地的黑帮，今晚有个危险武器要到港口了。阿尔本黑帮叫它黑空，是一种能进入人体的黑暗物质。看了看周围，一个老头用讽刺的口吻嘲笑马特变得犹豫不决，只会想着自己存活。在当前情况下不改变的话，总会有一天与菲斯克对峙时，你会像 S 字般不留一丝线索。为了帮助马特进化，他决定带上马特去消灭黑空。记者偷偷调查，阿尔本黑帮和伊罗斯帮都和联合公司有联系，怎么证明呢？
卡伦想起一桩案子，房东强行赶走了廉价公寓的租客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发生了伊罗斯邦爆炸，导致很多无辜的人都受到了影响。卡伦的猜测是正确的，他去公寓的路上被一个恶棍拦住，还威胁他不要再查了。紧要关头，福吉救了卡伦。老黑认为公寓的事情与联合公司有关联，那背后操纵的人是谁呢？来到港口的场景，RR黑帮准备完毕，准备出发，连阿信都亲自出现了，可见黑空的重要性绝非一般。但是使用超级听力，马特听到集装箱里传来了心跳声，那个老人并没有说到这一点。马特充分利用地势和视野的优势，对小鱼发起突袭，靠得越近，集装箱的心跳声就会越快。打开盒子的一瞬间，他竟然发现里面是个小孩子。察觉老人拉弓，准备射箭，马特往前冲去，改变了路线，凭借自己的身体回到家后，师徒俩吵起来了。马特反对杀人，可是棍手觉得马特永远无法忘记他父亲的死，所以当他与黑帮交火时，他已经射杀了那个男孩。听到这个消息，马特瞬间爆发了火气，他和老人互相打斗，被老师傅打了好几次，倒在地上。为了马特重拾自我，棍手还是费了很大的心思，他一直说一些刺激的话，特意踢了根棍子到马特旁边，最后被一击击穿弱点。这是他最后的课了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帮马特。说完了超胆侠的来历，那么就简单说说坏人金并的故事。他有数十亿的财富，每个势力都听命而行，他一直带着他爸爸的纽扣。他告诉凡妮莎，这是在纪念自己深爱的父亲，但真相是否如此？他的一生因为家庭教育而改变了。爸爸看到儿子被欺负，想找他争论，没想到混混还顺便嘲笑父亲的投资失败，一个毫无用处的废物，让父亲情绪失控。当忍不住把怒火发泄到混混身上时，父子同场战，父亲让菲斯克猛踢坏人，今晚一定要加油才能吃到蛋糕，这就让菲斯克更容易动用暴力，完全没有节制。阿信生气极了，带着愤怒的黑脸，想再找一个像登天一样难的人。他很生气地批评费斯克办事不好，甚至说不合作了。他受得了这气吗？显然无法呀。等时机合适时，他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强硬措施。担心被自己背叛的黑警大山可能也会背叛自己。菲斯克叫黑警大壮去除掉目击者。马特来晚了一点点，等大壮打完针，突然有人从背后出现，把大壮控制住了。大山救不了，于是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马特。警察发现情况不对劲，来得及阻止马特已经太晚了。与此同时，裁缝店里，丽兰对菲斯克的办事能力有意见。他被面罩男找到过一回，会被找到很多次。虽然医院的事情，维斯利已经把锅扔给了面具男，可丽兰还是非常紧张。不过他也只敢抱怨一下，只有高老太敢警告菲斯克。自从谈恋爱之后，菲斯克的情绪起伏和懒散成为他们事业困境的主要原因。高老太都看见了，因为尊重的原因，他提醒菲斯克整理花园，不然他就会被踢下线。等着老太太走后，菲斯克完全情绪失控。晚上，凡妮莎来安慰他，差点被菲斯克赶走。他有个秘密一直没跟凡妮莎说，父亲受不了菲斯克的胆小，就让他自我反省，甚至嘲笑他和母亲一样无用。说完就把皮带取下来，妈妈也狠狠打了一顿。为了照顾关心自己的妈妈，菲斯克拿榔头狠狠敲父亲的头。可菲斯克继续前进，他听从父亲的教导，反复循环的，越来越拼命的来回打击，直到爸爸被杀害。事后，妈妈想保护儿子，选择把丈夫的遗体分解并埋在海底。菲斯克并不算是恶魔，时刻留着父亲的纽扣在身上，提醒自己不能像爸爸一样。他紧紧地抱住菲斯克，你动手就能证明你是坏人，那是个决心保护自己的恶魔。马特压根没想到自己和菲斯克的差距太大了，无论是策略还是实力。就在前不久，马特找到记者老黑，抱怨自己被冤枉了。最终推手是个叫菲斯克的男人，外来3个帮派和爆炸案有关系，都是和这个叫菲斯克的人有关。尽管只能依靠自己的口述，不能作为证据，但马特还是希望老黑能公开发表新闻，让他没有任何隐瞒的暴露在公众视野中。马特看起来非常确定，老黑决定冒险一试他的职业生涯。然而菲斯克狠狠揍了政治，但是却彻底打破了他们的幻想。现在的菲斯克喜欢悄悄地掌握一切，他比老黑更早曝光在公众面前，责怪戴面罩的男人毁了餐馆，自己就会拼命战胜他。菲斯克的演讲像注射了肾上腺素一样，现在发新闻太晚了，最绝望的要算上背黑锅的马特了。可菲斯克继续前进，策划爆炸后，他只花了很少的钱，便买下了市中心好几套公寓。对于阿尔本黑帮的资助表示感激，准备把一套公寓给阿信。阿信要处理掉戴面罩的人。菲斯克做事十分细致，所有线索都没有证明菲斯克与爆炸事件有关。当几个人完全不理解时，马特想到了凡妮莎，一个女人陪伴着菲斯克在重要场合，他之前从没见过她。他以买画为借口到画廊看看凡妮莎是谁。就在这时，菲斯克闯进来，气场超强，连马特都激动地握紧了拳头。确认他们的关系后，马特以租户问题为理由反对，无法和菲斯克私聊，离开了画廊。马特找到神父，思考着是否应该放弃原则去杀人。神父知道马特的身份，并告诉他，如果有人准备往水里投毒，谁杀了 S 是下毒的人，还是被害人中毒了 S 药吗？对于杀人的理解，取决于你认为是否必须杀他来阻止悲剧，还是悲剧无论如何都会发生，但你还想干掉他呢？刚回到律所，卡伦就接到了电话，租客案中的镐钉子在 S 家门口太讨厌了。布莱特表示
是混子干的，只有他们明白这是菲斯克赶人用的龌龊招数。更气人的是，菲斯克反而反击了，是面罩难搞的鬼。看着难过的卡伦，再加上神父的劝告，马特已下定决心，但也中了菲斯克的陷阱。他戴上口罩，疯狂地四处打听菲斯克的消息，最终被带到库房，遇到了一直隐藏在暗处的阿信。阿信是最厉害的忍者，就利用马特身上的弱点，他完全没有还手之力。马特被勾绞住了，直到找到机会才拉出地毯。他跳了起来，把阿信踢到酒桶旁边，继续回避钩索，举起棍子向灯泡投掷，火花碰到酒精后四溅，阿信瞬间被火烧得全身焦黑，然后郁闷地喝下了西北的酒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菲斯克带着维斯利出去了，他完全掌握着局势，成功操纵马特杀了阿信。现在是他要直接杀掉马特了。菲斯克穿着柔软的皮甲，马特太狼狈了，完全不是对手。他的拳头速度快得像疾风骤雨一样，越来越残忍了。即使马特昏迷不醒，他也要用铁拳将其一拳解救。当时的马特还太不强势了，菲斯克对这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他感到失望并离开了，于是交给了维斯利来完成致命一击。紧要关头，马特突然挥动木棍把维斯利手中的枪击落，然后趁机从窗户跳出去。S 顺利逃离并回到了家中，但是福吉这时候恰好看到了这个场景。福吉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自己最信任的盲人兄弟居然就是那个引发爆炸案的坏警察。不管马特怎么解释，福吉都疯了吧，坚持与马特断绝关系。高老太听说阿信的遭遇后，去找了菲斯克，从伊罗斯帮到阿信，你是不是嘴上说着尊重我呀？你是不是也暗地里想着干掉我呀？高老太夸你年轻气盛，可现在贪婪让你变得糊涂了，快点做决定吧，选择成为拯救世界的人，还是当个暴君吧。菲斯克肯定知道高老太的威胁，但是高老太走了之后，菲斯克找丽兰来帮忙，坦然承认了阿信的事情。他认为丽兰与自己站在同一边，希望他能说服高老太。由于老黑的妻子重病，他决定离开调查小组，和妻子一起回乡休养数月。卡伦有点舍不得，没有老黑的话，他们难以找到相关线索。那我建议一个不错的疗养院。看到老黑有点心动，他开车去了养老院。他们俩想不到这一点，这里竟然有菲斯克的老妈维斯汀。同时，菲斯克举办了慈善晚会，为了增加他的影响力，丽兰成功应对了高老太，这让菲斯克心情大好。但可能会发生意外，喝多了酒的有权势的人突然都晕倒了。即使是凡妮莎，最后还是没有逃过这一劫。他是让人害怕的漫威反英雄惩罚者，但因为杀了近100个黑帮人员，我被送进了纽约市最高法院。现在情况对我相当不好。他看不起法律乱用为个人利益，甚至不肯承认错误，以争取宽大处理。如果辩护输了，只有等 S 刑。更糟的是，现在马特人影两无，福吉必须亲自出马，因为事务所的前途在他手里。福吉有点紧张，将伐叔描绘为被冤屈的一方，一开始就让陪审团感到不舒服，现在只能冒险试一试了。福吉和伐叔对视一段时间后，福吉开始即兴表演。这位为国家奋勇作战的英雄，在战场上毫发无损，回到家后就看到家人正面临黑帮的枪口，而且乱枪打得稀烂一片，没有一块是完整的。警方不在乎，地检官不肯帮忙，才是导致悲剧发生的直接原因。你们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样反应？可惜福吉奋发陈述的话，并没有打动陪审团。该到证人出庭了，马特终于迟到了。马特还没来问，负责检查叔叔家里的法医竟然披露了被埋藏了2年的秘密，情况太糟糕，法庭得暂时撤离。法官终于同意，法医开始陈述：2年前有个神秘人威胁了法医，迫使他改变了对伐叔一家的户检报告，还有一个没有名字的尸体。一说完，原告和被告秒慌不拢。他说他选择自曝是因为昨晚他被另一个女人欺负，对方戴着口罩，外国口音听起来有点重。马特吓坏了，这就是艾丽卡。但是2年前的案件和这个没啥关系，不能改变形势，导致法医的证词无法被接受，让福吉辛辛苦苦的准备白费了劲。庭审完毕后，他阻止马特，并爆粗口，觉得马特突然来去。马特完全不关心2人的未来，现在他啥也说不上来。其实就是昨晚，他和艾丽卡偷偷的进入阿尔公司，偷了一本笔记本，上面记录了阿尔本黑帮涉及的多个不光彩交易，包括购买武器、贩卖人口、走私莆田潮牌等等，用的是保密信息。对方正在进行更恐怖的生意。回到法庭，作为证人，伐叔曾经的指挥官自豪地看着将军的脸。按他的说法，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人去牺牲，所以伐叔会义无反顾地站出来，为了保护队员的安全而舍生取义。听完将军夸奖后，伐叔的表情稍微有所变化，看来伐叔最近开始改善口风了。受害者家人却站起来了，一下子胜利又被打回原形。福吉和卡伦绝不会预料到他们输掉官司的主要原因，原来他们一直依靠的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马律师。2人在黑帮基地里发现了一个超大的坑，根据手电筒测试来看，至少有40层楼的高度。突然，日本黑帮的忍者突然现身，这些忍者没有呼吸，也没有心跳，马特根本看不见，所以在战斗中你会看到他打着空，马特队友变得像猪一样。
但他仍坚持不杀人。让艾丽卡一时间愣住的时刻，被用有毒刀子割开肚子，马特被控制住了。格斗高手老者再次亮相，他每次出击都一定会有伤亡，每一刀都瞄准忍者的要害，从不像马特这么善良宽厚。回到房间里，棍手现场调制特效解药，治好了艾丽卡身上的毒。不过为什么这时候棍手会冒出来呢？反复询问，棍手告诉马特一个让他无法接受的真相：刚才那个忍者是来自阿尔组织的，就是阿信背后的团队。他们知道如何长生不老，试图找到他们所谓的黑暗之中，企图将他们的权力扩展到全球。为了阻止他们，老棍子创建了一个反对组织纯真会，并将小孩子培养成战士。而艾丽卡的真实身份，棍手是掌控马特战士的人，也就是说，马特爱上的是自己的师姐。心烦的马特来到了法庭，但他一点准备都没做，甚至背离原先的辩护计划，描述成战后的伤痕累累。虽然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情，但也惹怒了杜叔，说他是疯子。这就意味着他杀的黑帮成员会被说成是被疯子杀害的无辜人士。如果他亲口承认的话，那么他的家人就得为这些无辜市民付出代价了。因此法叔宁愿接受处罚，也不愿浪费时间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最后，这个世界对他友好相待，这是金并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。心爱的女人喝了有毒的酒后晕倒了，虽然经历了紧急救治，凡妮莎最后没事了。菲斯克还没找到凶手，手下却带来了更糟糕的消息，他最信任的助手，也是他最好的朋友维斯利，竟然被击中了好几枪。几天前，卡伦和老黑在养老院意外地找到了菲斯克的妈妈威斯汀，他告诉我了一件事：菲斯克的父亲根本不是出于逃债之目的离开的，而是被菲斯克用锤子砸了一下，最后被分尸扔进了海里。就在他们商讨如何击败菲斯克的计划期间，维斯利已经从菲斯克的妈妈那里得知了两人之间的事情。母亲成为菲斯克的禁忌之一，为了让维斯利不要担心，维斯利请保镖守护菲斯克，自己去仓库绑架卡伦。两人有哪些共同之处呢？那就是个菜鸟还装逼。他把手枪放在桌子上，然后和卡伦聊个不停。这时候菲斯克给我打电话了，维斯利准备去拿手机，手枪被人夺走了。他很冷静地说，只有傻瓜才会把上好的枪放在你面前，媒体也好。一说完，卡伦就准备开枪了，愤怒地跟着开了几枪，击中了维斯利。卡伦擦掉指纹，赶紧走了，但还是有点害怕，一想到菲斯克可能随时找到我，卡伦整晚都睡不着。维斯利的死消息最终传到了菲斯克尔的耳朵里。当他到达仓库，看到好朋友的房子时，满脸尽显愤怒和悲伤。负责任的保镖成了菲斯克发泄的方式。菲斯克发觉到早上5点57分，他居然给他妈妈打电话了。他于是去找他妈妈，想看看维斯利在去世之前有没有对他说过什么。可维斯汀得了老年痴呆症，完全忘记了每个人，只能无奈的菲斯克要搬妈妈去别的城市，不让敌人利用他对他造成伤害。同时，马特无法忘记被打的情景，也开始变得焦虑不安。难道菲斯克没有弱点吗？打听多个消息，马特最后找到之前提到的那家裁缝店，这件菲斯克的软甲就是在这里制作的。裁缝被逼着为菲斯克效劳，以保护家人。于是马特答应了裁缝，只要他能为他制作一套战衣，他可以战胜菲斯克并救回裁缝的亲人。然后马特又找到老黑，拿出了顶级的面粉。根据黑哥的调查结果，高龄女子在利用视力有障碍的人生产面粉，俄罗斯帮负责销售，但自从拉基斯后，销售任务似乎由菲斯克接手完成，所以他们打算摧毁高老太的藏身之处，让菲斯克迷失方向。找到那个地的基地的方法是什么呢？马特有办法。第二天，马特利用超能听力抓住了一个中国盲人。等他上车，他突然冲进巷子，扔掉导盲棍，开始了他的表演。马特爬上了屋顶，利用超级感官在城市上空飞行，各种复杂多样的地形只是他炫耀技巧的配角而已。他跟着汽车引擎的声音走去，一直追到一个仓库，最后找到了高老太的制毒窝点。但是那些画面却让我永远记忆犹新，这个地方太过分了，真是让人无语。高老太就把同胞的眼睛抠了出来，让他们改成24小时制吧。地运地，眼前的情景完全改变了马特对邪恶的理解。这时候，高老太带着他的人来了，马特趁势连续出手，将两人打晕，准备继续询问高老太。等马特恢复意识，高老太人间蒸发了，火已经烧遍了整个仓库。马特用枪射击水管来灭火，帮忙人出了仓库。高老太找到了丽兰，凡妮莎被下药毒害的人是他们。菲斯克和凡妮莎恋爱后的那一天开始，他时而开心，时而生气，甚至还有点心不在焉，都会让利益集团几乎崩溃。两人密谋暗杀凡妮莎，只是为了让菲斯克应对当前的重要任务。没想到 S 还对维斯利造成了间接伤害。在菲斯克还未被发现之前，高老太打算回国避个风头。丽兰也有自己的算计。老黑找到报社头，用菲斯克弑父抛尸这个标题，想让头儿同意报道，让所有人都看清他的真实嘴脸。连领导都是菲斯克的托儿，他反对老黑发布新闻，同时还把他开除了。老黑失望地找到妻子，却无法表达内心的委屈。揭露真相就等于直接挑衅菲斯克，于是就发生了可怕的事情。黑嫂察觉到老黑开始犹豫不决，所以只有最勇敢的记者才敢揭露真相。妻子的鼓励是他最大的动力源，他将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让大家了解一下菲斯克的另一面。卡伦听到后松了口气，只需摔倒菲斯克，他终于能够摆脱噩梦的困扰。可菲斯克可以让两人在一起吗？就在老黑准备打字的时候，突然听到身后恶魔发出低吼声。菲斯克觉得
老黑真是稀有的人才，可惜选错了战队。明明知道维斯利不是杀害老黑的凶手，但是只能与他妈妈见上一面。老黑的结局就决定了，在葬礼上，人人都哭得很伤心。卡伦能站在这里，全靠老黑守护了他的命，这会让卡伦更难过。马特立下决心，要让菲斯克后悔，他和他的继承者们付出了代价。菲斯克查看了转账记录，最后发现凡妮莎中毒的事情都和丽兰和高老太有关系。当事情被揭穿时，别怪我们，丽兰也不该假装不知道嘛。除此之外，丽兰还想要分走菲斯克一半的财产，只因为他手上有掌握的优势筹码，足够糟糕，让菲斯克声名尽毁。黑警大壮暗杀了他和自己合作多年的伙伴，就是菲斯克直接安排的。如果大壮不报告给丽兰英，他的手下会把他送去佛伯勒纳，并公开揭示菲斯克的行为。丽兰认为自己已经赢定了，但他不知道他惹恼了菲斯克和凡妮莎，然后菲斯克派人去找大壮。马特悄悄发泄着怒气。这时候，很久没见的伏吉进来了。为了共同对付敌人，他们和解了，找到了布莱特，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线索。然而，马特注意到2个戴着黑色制服的警察正经过，我们正在商讨怎么找到大壮。2人立即回到麻吉律师事务所，对卡伦进行了调查。3人重新聚在一起干活，让卡伦感到惊叹，还能更集中他的注意力。在俄爆炸案后，公司以菲斯克的名字联合购置了高达187套房子，但是第2天就公布了，只显示了186笔交易记录，公司账户上的资金不多不少，有一处房产没有卖出，却被人故意遮掩了。找到位置后，马特准备去找大壮，这次伏吉不再阻止，作为律师的他们只能做这些事了。同时，菲斯克派出一支黑警队伍，各种像史泰龙的。转眼间，丽兰的守卫全都被消灭了，大壮就要领饭盒了。马特及时赶到，挽救了大壮。在他的劝说下，大壮去了警察局。我请了麻吉律师事务所帮忙处理证人计划，没有菲斯克的帮手，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。无论是在街头混混，还是任何其他场合，最后公司财务状况或者是市长候选人，全部涉嫌受贿行贿被捕关押。而在其中，伏吉和马倩在这件事上起了重要作用。马倩的律师所在伏吉的劝说中，马倩搜集到的内部犯罪证据，就是压垮菲斯克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然而，菲斯克已经输定了，在被抓前，我还是得向凡妮莎求婚。一切安定下来之后，3个人碰杯庆祝，却不知道菲斯克对现状的看法，早就准备好了相应的东西。这时，马特才醒悟过来，3个人匆忙结束用餐。这次，他想用他自己的办法战胜菲斯克。同时，2个守卫其中1个变坏了，没人能阻止菲斯克了。他和凡妮莎商量好，要一起乘飞机去远方躲避消失，但突然间，一根木棍插入挡风玻璃中，导致卡车翻车。而来的人不是其他人，马特第一次穿上了定制的战甲，就像菲斯克说的那样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幸福的结局。马特信心爆棚，战甲给力，顺利处理掉杂鱼后，他把菲斯克逼进了巷子里。然后他们再次开始了第2场对决。虽然菲斯克很强，可是他战斗经验不足。马特拿着导盲杖一再攻击菲斯克的弱点，直到把他打晕为止，绝不罢手。布莱特最后来了，逮捕了菲斯克。因为爱人迟迟不来，凡妮莎只能孤身离开。目前为止，超胆侠第1集已经全部结束了。马特还有更多故事要讲，还会有2个神秘超级英雄陆续出现。可是他们俩碰上时会有什么激烈的争执呢？